你低贱的灵根，害我道基不稳，结丹无望。这笔债，该由你们全村来偿。曾用自己灵根救下了你，你答应我保我全村富贵百年，这就是现人的报恩的方式吗？哼，区区一个卑贱的凡人，当初竟成了我那么多跪拜。你说，你该不该死啊？若有来世，我必踏平你仙门，焚你宗层，诛你满族，让你生生世世不得超生。柳如烟，我这是重生了。你有灵根？柳如烟，如烟仙子，重生到了他灵根被毁的那一天。你有灵根？就是他，上一世骗我换走灵根，转头便带人屠了我全村。把你的灵根给我，我被邪修为攻，灵根尽碎，若无灵根续命，3日内必死。还是和前世一样霸道，现在的他杀我也如杀鸡，不能莽撞。你渡我灵根，待我归宗，必请长老出手，保你全村百年富贵。又是这套虚伪的承诺。仙子，大家都是成年人，想要灵根可以，但口头承诺太虚，不如先来点实际。卑贱的，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修仙。你莫不是在戏耍我？你若渡我灵根，还如何修仙？仙子误会了，凡人求仙无门，今日有幸得见仙子，我只想体验一下，哪怕只做1日仙，也算全了这辈子的夙愿。这是我青云宗的基础吐纳术和凝气丸，按我说的做，突破炼气1层不成问题。你记着，若是失信于我，即使我灵根受损，依然可以抬手间杀你。仙子放心，我体验过成仙的感觉，自当献上灵根。就这样，柳如烟把功法和丹药给了我。然而，即使达到我炼气1层，也是杀不了柳如烟。我只能尽量消耗她。我装作气息不稳的样子，本就重伤的柳如烟急忙给我渡入灵力。当然，她不是担心我能不能修仙，她只是担心我把这灵根给炼毁了。我感觉身体前所未有的轻盈，五感比以前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这就是仙人了感觉吗？好了，你现在可以把你的灵根给我了。混蛋，出尔反尔，我只剩下2日时间了，现在把你的灵根给我。仙子莫慌，在下不会骗你，再给在下1日时间，无论林某学不学得会这功法，第3日林某必将自己的灵根奉上。好，明日不论功法成否，你都要取下你的灵根。仙子，爽快！如今我虽踏入仙途，但是想要硬汉柳如烟，还是痴人说梦。我只能拖到他濒死垂危。现在你的愿望都实现了，可以把灵根给我了吧？仙子，你能给我讲讲修仙界的故事吗？这些事情我现在没空给你讲。等我修复了灵根，我再与你细细道来。仙子，我果然，我与他还是天壤之别。给我！仙子，我最后一个问题。说。仙子，真的会保我全村百年富贵吗？言出必行，仙人不打妄语。言出必行，仙人不打妄语。当年老子就是轻信你的屁话，才害得我全村无一生还。混蛋！你敢向我动手！还是差的这么多吗？可恶！我该如何报仇？
干什么？你这蝼蚁，对我动手，不怕我宗门的人来了，屠灭你的全村吗？贱人，果然还是暴露了。若不是上一世我看到了结局，我怎么会如此？哼，柳仙子，如今这仙途我也想争一争，毕竟我可不想再像上一世一样了。上一世你是转世仙，不，你说你想争仙途，上一世你到底是谁？柳仙子，林某只是个凡人，与其关心这个，不如关心你如何从我身上拉走这灵根。混蛋，我要你死！你以为我是你这种废物？今日再教教你，修仙要有保命底牌。多谢柳仙子教育，可是你的底牌连我都不能斩杀。柳仙子，怕是强弩之末。贱人，今日我活不成，你也别想活。还是你们报了仇吧，真不甘心。是你们？臭娘们儿，要不是宗主看上了你，想让你当炉鼎，你以为你能活到今天？是你，魔宗的杂碎！哈哈哈哈！臭娘们儿，要不是宗主看上了你，想让你当药银子，你以为你能活到今天？他们就是追杀柳如烟的人，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魔宗现在就是自己的救星，是自己复仇的刀。前辈，小人费尽浑身解力，才拖住了柳如烟，久闻魔宗威名，小的尽力了。混蛋，你个杂碎！哦，你这小子倒是识趣，干得不错。这是3枚灵石，在凡间可兑换白银300两，可保你全家富贵一生了，算是你的辛苦费。300两，这哪里是魔教，可比柳如烟来的实在多了。前辈，小的仰慕魔宗已久，这是我应该做的。小的有个不情之请。哦，说来听。加入魔宗。我想加入魔宗。哈哈哈哈哈哈！好，我观你也有些资质，也罢，你就跟我们回宗门，先看管着宗主的这位炉鼎吧。谢仙爷。林凡，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吃的什么？当然是给你续命的东西，毕竟你还要给宗主当炉鼎，可不能让你这么死了。混蛋！把他带走。这个给你，恢复一下。多谢仙师。哈哈哈哈哈哈！老子在合欢宗这么多年，一直同道贤妻，你这小子居然叫老子仙师，哈哈哈哈哈！我喜欢。到门内有事找我，有本仙师一天，你就能快活一天。记住，老夫道号求心。是。林凡，你个无耻之徒，我绝不放过你！柳仙子，看来你还没有认清现实，这里可是魔音宗，过不了几日，你就会成为那宗主的药引，我的仇也可以报了。仇？我何时与你有仇？道友，不，前辈，救救我！我不想当药引。前辈救我！我不想当药引，我给你磕头了。我是青云宗最受宠的天骄，只要你救我出去，我保你全村富贵百年。不，我让师尊给你找一个天灵根，让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成为宗门天骄。天骄？呵呵，我不需要。我只想为全村人报仇。全村人？我没有伤害你的村民啊，
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是我宗门哪位门徒得罪过你？你放心，我若回到宗门，必定将他抓而用你处置。不是别人，就是你。前辈，你说笑了。我第一次到你们村，未曾得罪过你啊。打开牢门，这千年一遇的木属性的天灵根最是养人。小娘子，乖乖跟着老夫，还能让你少受点苦。不，你放过我！你多嬷嬷姐，我给你找新的祭品，找10个，找100个。废话真多。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这是我的护身玉佩，只要你带到合欢宗外摔碎，这样我的师兄们就会来救我。只要你帮了我，我定当涌泉相报。先生，求你了，救救我！一声声无助哀切的请求声在我耳边响起，这幅场景多像我当年求他的时候。林凡，你手里怎么拿着个玉佩？我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柳如烟已经被缚了半个月了，现在也差不多是借刀杀人的时候了。仙师，这是柳如烟的护身玉佩。她说：“我知道宗主想要什么。”这小妮子居然还不死心！这东西我帮你送给宗主。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这小妮子居然还不死心！这东西我帮你送给宗主。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仙师，我知你与那杨妹有仇，这我不管。你想她死，但至少还需要2个月的时间。她是绝佳的纯阴之体。宗主需要靠它突破元婴，而这玉佩之所以我拿走，是牢居看好你。这些修炼功法和丹药，这2个月好好修行，争取早日筑基。到底谁才是真实仙？转眼3个月过去，魔宗的全员戒备，宗主就要突破元婴了，而我也到了复仇的最后时刻。先生，那护身玉佩你还没有摔碎吗？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柳如烟，我今日就是来杀你的。为什么，先生？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杀我？你我之仇不止今生。我是仙子，我有玉佩。青云宗的杀来了，宗主身死，大家快跑啊！是师傅，一定是师傅，师傅来了。林凡，你今天必定会跟着魔宗一起埋葬。你怎么敢的？大仇得报。你怎么还在这里傻站着？青云宗屠门了，快走！仙师，就让我死在这里吧。大仇得报，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余力了。老子给你那么多资源，那么多丹药，就是让你今天在这里求死的。人世间那么多快乐，你享受了吗？你的仇人真的杀完了吗？是啊，还有柳如烟的师兄们，他们都是帮凶。废什么话呀！哼！贼子，交出我小师妹，否则杀无赦！快走，这是老子的储物袋，够你修炼到筑基了。先知，呸！那小娘们已经死了，老子杀的。有本事就来过过招！混蛋，找死！先师，小杂毛，不是让你走吗？怎么还在这里？先师，你是我真正的恩人，我今天拼了命也要保你。先师，你是我真正的恩人，我今天拼了命也要保你。老子果然没看错人，他是结丹修士，我只是筑基。今日我必死，从来没人他娘的叫过我仙师，你是第一个。拿着老子的东西，赶紧走！去死吧，正派修士！小杂毛，你个炼气期今日也得死！我要你们魔宗全宗为我小师妹陪葬！好好的为我小师妹陪葬吧！大师兄，小师妹当日说的果然没错，你果然勾结魔宗，谋害同门。放屁！双目浑浊，轻信了那毒妇的谗言，今日就要把失去的全部拿回来！大师兄，看来你还没有恢复，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废话真多。大师兄不知悔改的逆徒，速跟为师回宗面壁思过。当初你听信柳如烟的话，夺我灵门，可想过我的感受？老匹夫，混账！如烟有纯阴之体，加上你的天灵根是木灵根，不出1000年，如烟必有大帝之姿。而你犯错在先，这是你应该弥补的。为宗门赴汤蹈火，培养多少师弟，出入多少秘境，你听信那毒妇的3言2语，助我暗中觊觎，图谋不轨。你即将元婴，宗门天骄，何须做这等下作事？老匹夫，混账！混账！那个女子会拿自己的清白做伪证，况且为师不是给你换了如烟的伪灵根吗？老匹夫，我为宗门拼杀300年，而柳如烟依据那个女子会拿自己的清白做伪证，你就强取我灵根，如烟的伪灵根。老匹夫，你糊涂了，你该死！听师傅的话，你现在回去继续当你大师兄。大师兄，还有什么比能活下去还重要？你说呢？是啊，有什么还能比活下去更重要？我跟你们回去。
看来这青云宗大师兄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去死吧，老痞尸！风灵符、天雷符，开！师傅小心！意图放肆！快走！老匹头中了风灵符，修为暂跌。就在这儿吧。小兄弟，这是恢复伤势的丹药，拿去。放心，我先吃。让小兄弟见笑了，我叫厉飞羽，是青云门曾经的大师兄。你也看到了，我与师门有些仇怨，多谢仙师救我，在下林凡。小兄弟不必客气。小兄弟，我观你年纪轻轻，为何加入那魔宗？那种邪道宗门，那里面可没什么好人。魔宗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魔宗的求心仙师救过我的性命，给过我实际的东西，不像你们青云宗自诩正道，有些人却卑贱得很。不像你们青云宗自诩正道，有些人却卑贱得很。是啊，自诩正道，却干了些龌龊之事。哼，枉我为宗门100年付出，到头来却落得个如此下场。小兄弟，你有什么打算？我吗？我想报仇，去青云宗，让那些仙人跪下来。讨个公道，什么仙人？不过是一群妄想飞升的可怜虫罢了。不能渡劫飞升，算什么仙？小兄弟，为了魔宗杀上仙门可不值得。我不是为了魔宗，我为了我的乡亲父老，还有魔宗的求心长老，他对我很好，教我修仙，告诉我修仙不是为了别的，要洒脱，要学会享受这世间的一切。好一个享受这世间的一切！小兄弟，我看你资质不错，我教你修仙。求心仙师，感谢您3个月的照顾，我会记住你说过的话，报完仇，去学会享受这世间的一切。我要跟着林前辈修行去了，哈日我一定上青云宗，杀了他，为你报仇。他日我一定上青云宗，做了他，为你报仇。林凡，你听我说，心界之门不在于灵力的多少，而在于心灵是否光明。你心中有恨，但绝不能被它吞噬。你要记住，修仙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掌控自己的命运。可若命运不公，不杀，如何改命？杀可以，但杀之后呢？你若只为复仇而活，那与柳如烟又有何异？他为结丹不择手段，你为报仇舍弃一切，殊途同归，终将堕入魔道。这是我毕生所悟的逆命诀，融合木火双灵根之法，可破封印，逆天改命。今日传你，望你勿负此心。前辈，别哭，我
早该死在那一战，能多活3年，教你修行，迟了。不，我还能救你，我们还要一起杀上青云宗啊！我还能救你，我们还要一起杀上青云宗。没用的，我灵根已碎，早该死在3年前了。这3年，我把复仇希望交给了你，让我把灵力渡给你，助你结丹。不行，你会马上死的。林凡，待你元婴之日，替我杀了我师父，还有那2个轻信那毒妇的混账师弟。厉前辈，别说话，服下丹药，稳住，我想办法救你。林凡，替我看一眼，青云宗的陈忠还在想吗？在，每晨6时，钟声回荡山门。那就好，至少还有人守着规矩，哪怕是虚伪的规矩，也好过彻底的黑暗。厉前辈，走好。前辈，你说的对，我不该只为复仇而活。但若不复仇，如何对得起你们？我要活着，我要踏破青云，让整个修仙界知道，凡人之怒，亦可焚天。你教我逆命诀，若命运不公，诛杀如何改命？你说待我元婴替你报仇，可我不等了。年轻人不气盛，如何当年轻人？今日我便以结丹巅峰，逆伐贾婴，踏破青云。贾婴之境，不在金丹化婴，而在一秒通达天地。我意为剑，我心为火，今日逆天结婴。逆命诀为基，宣扬夺气法，立前辈残魂之力，救新长老丹药，还有我3年苦修，给我宁！贾婴，那毒妇，你死于我手。仙师，前辈，今日这仇我来替你了结。青云宗主，出来受死！敢擅闯青云圣地，结丹巅峰，不对，有贾婴气息。逆命焚天！他疯了，竟能破我宗门大阵！快请掌门！狂徒，竟敢屠我同门！今日让你见识青云真传之威！不可能！短短几日，你怎会有如此战力？因为你不配知道什么叫凡人之怒，逆命断魂。第一剑之日，听说就是你杀了那毒妇。几日前你逃过一劫，今日我亲自送你下黄泉。你与那毒妇狼狈为奸，轻信谗言，助纣为虐，你也该死！放肆！双天九斩！你可知我为何3年能修治贾婴？是仙师的善，前辈的不甘，更是那毒妇的恶。我每一步都是用血铺就。今日我就用你们青云的剑，杀你们青云的人，逆命双灭！
你说我低贱，今日低贱之人杀了你。林凡，你杀我弟子，屠我山门，罪该万死！陈仙老匹夫，你夺丽妃与灵根，信柳如烟谗言，纵容屠杀我全村百口，你口口声声正道，实则伪善。今日我来取你狗命！猖狂，气度倒是不错，实力嘛，倒是差了很多。逆命，文天诀！老匹夫，你可还记得那夜雨中，我跪在泥水里求你放过村民？我何时杀过凡人？那是你上世时的孽。我跟厉飞羽说过，一起上山杀个仙。今日我与厉兄一起杀了你这仙！柳如烟，你说我的灵根低贱，害你道基不稳。可真正玷污你道心的，是你自己的贪婪。今日我就烧了这宗祠，给你立下诅咒，咒你永世不得超生，堕入18层地狱，万劫不复。厉飞羽前辈。你说青云钟声还在响，可这钟声不过是掩盖罪恶的遮羞布。今日这钟将为你响彻9万次。秋心仙师，你说要享受世间一切，可若正义不存，快活又有何意义？青云宗自诩正道，实则伪善。今日我林凡代天刑罚，焚你宗堂，诛你满族，以祭亡魂。那一战后，我虽斩杀青云宗主，但逆命诀反噬严重，假英虚影崩散，金丹碎裂，修为尽散，重回凡人之躯。我回到了故乡附近，种桃养鸡。爹爹，你看我画的剑。画得不错，但剑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保护人。那爹爹以前是剑客吗？爹爹以前做过很多事，杀过人，也救过人，但最后发现，最快乐的是看着你娘做饭，用你喊我爹爹。从今以后，爹爹不再是修士，也不会复仇者，我只是林凡，一个种桃的农夫。秋心仙师、厉飞羽前辈，还有村里的人，他们若能看到今天，或许会笑吧。你现在已经替他们活出了他们想要的样子。是啊，我终于活得像个人了。青云山上火连天，一剑斩尽伪神仙。凡人怒起焚宗祠，归来种桃不修仙。老先生，那剑客是谁啊？不知，只知他最后在江南种桃，院中有妻有子，再不提修仙二字。爹爹，你看这木雕好不好看？好看是好看，就是这仙人太丑了。以后雕个老牛大黄狗，不比这木头疙瘩强。走。你这人哪有教孩子不敬仙神的？小莫，别听你爹胡说，快去把手洗了，准备吃夜饭。
10年来，我已经彻底融入了这个名叫青石镇的凡人剧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打细算着柴米油盐，不再有刺目的剑光血影，就连当初碎丹带来的必死反噬，也在这10年的粗茶淡饭中诡异的消失了。现在的我，体内空空如也，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凡夫俗子。那根本不是什么春雷，而是法宝碰撞撕裂空气的动静。交出那件东西，老夫大发慈悲，留你个全尸。做梦！我的桃子，别怕，带小莫进里屋，关好门别出来。大叔，快跑！他们杀人不眨眼的。想。跑！今晚这破镇子里喘气的，一个都别想活！完了，全完了。哼哼，倒是有几分门道。这穷乡僻壤，居然还藏着缩头乌龟。哼哼，除了气血比常人旺盛点儿，竟然没有任何灵力反应。身上带了防御法器，交出你身上的宝贝，再乖乖把那个丫头绑上交给我，爷爷或许能留你一条贱命。几位仙长，要打生打死，麻烦去镇子外面打，别踩坏了我刚挑土砌好的墙头。给脸不要脸的东西，找死！哼！纯修肉氏的体修，大家并肩子上，剁了这多管闲事的泥腿子！大叔，快躲开！那是花骨幡，碰一点肉身就化成血水了。连一步都没挪，真的很烦人，很吵闹。中期的长老被一个连半块灵石都没有的泥腿子用一块破石头硬生生砸碎了脑袋，怪物，这绝对是个披着人皮的上古凶兽！
仙长，规矩都不懂了吗？弄坏了别人家的果树，可是要赔银子的。损坏财物不赔钱就想开溜，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3个实力强横的结丹魔修，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没了，丢了2、3块鹅卵石就给收拾干净了。看够热闹了没？看够了就赶紧自己爬上来，帮我把那棵桃树的枝杈用布条绑好，指不定明年还能结果。前辈，前辈，这会儿不叫大叔了。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多谢前辈天恩救命。停，收起你们这套宗门规矩。我不是什么前辈，更不是隐世的大能，我叫林凡，就是这村里本本分分讨生活的庄稼汉。你们这些修仙的，就是喜欢到处制造些血乎乎的垃圾。麻烦你自己把它拖出镇子埋好，再帮我把这墙角的地板刷洗干净。是，晚辈马上弄干净。爹爹，刚才是外面放花炮了吗？好响呀！是啊，有几个外乡人路过，放了3个大大的花豹，不过现在放完了。明天赶集，爹爹去给你割半斤五花肉，再买根糖葫芦，好不好？好耶！我要大个的糖葫芦。当家的，这姑娘，这可怎么安排？让她干点粗活，抵修树的钱。明早天亮就打发她走人。自己拿去抹。金疮药加了点止血草，这几天别见水，别死在我家门槛前，惹一身晦气还得去报官。多谢前辈赐药。说吧，大半夜的，那3个魔修为什么非要撵着你杀？我种地闲得很，但是脾气不好，别想着用瞎话来诓骗我。前辈，晚辈苏清寒，乃大魏国落峡谷外门弟子。半月前，我们一支试炼队伍在西南大荒泽探寻到了一处极其隐蔽的上古修士洞府，我们伤亡惨重，才带出了这块残片。因为那上面记载了这世上早就失传的绝学，有人认出这是关于逆命诀下半卷残篇的藏宝地图。逆命诀，10年了。我本以为厉嫔妃的死已经彻底终结了青云旧事，却万万没想到，当年在山洞里传功的残篇，竟然仅仅只是个引子。这破玩意儿你留着吧，跟我没关系。前辈，您听说过逆命诀？
没听过。天快亮了，你伤也止住了，该走就走吧。从我家出去往东30里有条官道，搭个牛车能到最近的城镇。前辈，那3个魔修只是先锋，他们背后是北荒血煞宗的人。血煞宗的宗主令狐明亲自盯着这块残片，他是元婴中期的大修士。如果他查到那3人死在这里，青石镇上下几百口人。丫头，你在威胁我？晚辈不敢，晚辈只是……你想说的无非就是，这祸是因为你落在我家院子里才惹上的，所以我补不掉，不如帮你到底。这套说辞，20年前就有人对我用过。没有可是，元婴也好，化神也罢，只要踏进我这院子一步，我就用石头招呼；踏不进来，那就跟我没关系。前辈，那处上古洞府的主人叫厉飞羽。洞府石壁上有他留下的遗刻，说他毕生只收过1个弟子，将逆命诀上半卷倾囊相授，但那个弟子后来碎丹散功，下落不明。厉飞羽死了多少年了？根据府中的时间推算，约莫12年。12年。我离开青云宗是10年前的事，也就是说，那个疯疯癫癫、整天喝得烂醉，却硬要把一身本事塞给我的糟老猴子，在我走后2年就死了，死在了一个谁都找不到的破洞里。他的遗骨还在洞府里？在，我们没敢动。今晚你就睡柴房，明天我让阿秀给你熬碗粥。他果然认识厉飞羽，那他到底是谁？一个碎丹散功的废人，凭什么能用纯粹的肉体力量把结丹修士的脑袋砸成烟花？元婴修士的气息这么快，令狐明这么快就追过来了。前辈，前辈，有人来了，是元婴。看见了。前辈，元婴修士不是结丹可比的，斧头恐怕不是拿来试的。那是柴不够了，待会儿会动静大了，平安会吓醒，得烧点热水给他泡脚安神。来都来了，陈七、赵九，王胖子的命魂灯全灭了。知道，这镇子里有个棘手的东西，我的神识探进去，什么都没扫到。不是修为太低扫不到，而是根本探不进那个院子。宗主，要不要先禀报血煞殿那边，调几个护法来？哼，调个屁！3个结丹废物办不成的事，难道老夫堂堂元婴中期还办不成？走！你杀的。没砸死。上一次鹅卵石把结丹鸠师的脑袋崩成了血幕，
这一次同样的手段，连令狐明的护体灵光都没碰到。元婴和结丹之间的鸿沟大到了这种地步。貔貅力道不小，可惜。没有灵力，没有法术，这根本不是貔貅的淬体之力，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说了，庄稼汉，你们血煞宗的人，以后别再来了，下次来，我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庄稼汉，你骗得了那个丫头片子，骗不了老夫。碎丹散功，体内灵力全无，但肉身强横到能捏碎元婴护体。这天底下只有一个功法能做到这种事：逆命诀上卷，逆天改命，以丹养骨，碎丹筑己。我就说那块残片为什么偏偏落在这个穷镇子附近？原来厉辉峰那个老鬼的徒弟就藏在这里。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哼，我想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血煞殿的店主想要逆命局下怀的消息。3天前已经传遍了北荒七宗，整个北荒七宗都在找你。你掐得死我一个令狐明，掐得死七宗几百号老怪物吗？到时候倒霉的可不止你，还有你那个小娃娃。前辈，对不起，都是我把祸引来的。10年前碎丹离开青云宗的时候，我发过誓，这辈子再也不踏入修仙界半步。但一把破斧头，几块鹅卵石，挡得了今晚，挡不了明天。有些东西，我终究得护住。10年，这些血还粘在上面。还挺快。当家的，你要出远门？有点事要办，跟那个姑娘有关。几天能回来？快的话3、5天，慢的话也就7、8天。路上吃，别省着，饿着肚子办不了正事。平安。知道了。走吧。带路，去你说的那个洞府。前辈，您是说……少废话，天亮之前出镇子。令狐明那老东西跑得快，消息传出去，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对了，路上别叫我前辈，叫林叔就行，听着顺眼。哦，好的，林叔。林叔，
您真的是厉飞羽前辈的弟子？嗯。那您当年为什么要碎丹？不想修了。不想修了？修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您说不想修就不修了？种地也是机缘，你吃点，后面还有3天的路，饿死了我可不背你。这人到底什么来头？碎了丹还能有这种肉身强度，修仙界的常识完全套不上去。林叔，您去洞府只是为了收厉前辈的遗骨吗？前面那条沟过去之后往右拐300步，有一块裂开的大青石，洞府入口就在青石下面。你在这等着。林叔，里面机关很多，我说你在这儿等着。老头生前就爱喝酒，青云宗宗的弟子都拿他当笑话看。只有我知道，他喝醉后画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是在推演功法。为师这辈子活得窝囊，青云宗上下没一个看得起我的。你走了之后，他们连我住的那间破屋都给收了，懒得跟他们扯，自己找了个地方躲清静。逆命诀上卷传给你的时候，为师就知道你迟早要碎丹。这功法就是这么个缺德路数，舍了丹才能筑体。但下卷的东西不一样，为师研究了大半辈子，始终差最后一步。你看到这些字的时候，为师多半已经死了。洞府里留了一份下卷的线索，不是完整的功法，但足够你找到真正的传承所在。具体位置在北荒雪藏峰山顶冰湖的湖底，为师年轻时候无意间发现的。当时修为不够，取不出来，后来也懒得去了。小凡，为师不求你继续修什么仙，你要是过得好，这些破玩意儿烂在土里拉倒。你要是过得不好，那就去拿。你师父我虽然窝囊了一辈子，但留给你的东西绝对不会差。小子，学不学？不学拉倒。反正全宗上下也没人愿意学老子的破功法。我都不是你们宗门的人，那更好，没人管，爱怎么练怎么练。来，先喝一口再说。就这么断断续续教了我3年。师父，我来晚了，没酒，拿这个凑合吧。北荒雪藏峰，山顶冰湖，湖底。林叔，里面走。去哪儿？北荒。北荒雪藏峰，您找到下卷线索了？令狐明给你3天时间，够传信了。血煞宗要是想拦，必定会在去北荒的路上设伏。你跟着我，死的可能性不小。我不怕死。不是问你怕不怕，是告诉你，到了下一个镇子，你就拐道回你的落霞谷，把残片的事跟你师门说清楚。后面的事你掺和不了。跟不上就喊一声，别硬撑着摔沟里。你说那个废物用手掐碎了你的元婴护体？属下不敢妄言，此人肉身之强，匪夷所思。属下怀疑他修的就是逆命诀上卷。有意思。传我的令，让雪藏峰的人动一动。店主的意思是，他既然要来，那就让他来。通知七宗，逆命局传人在西南荒泽现身了。林叔，这残片您不要了？不需要，位置我已经知道了。林叔，您回来的时候路过青石镇，我去看您。
山顶那个常年不化的冰湖，当地猎户叫它鬼湖，不是你。等着呢。就你，就我。店主让咱们在这儿守了3天，就等来这么个叫花子。令狐明那老东西，怕不是挨了一巴掌把脑子扇傻了？大师兄，别大意，店主说了，此人肉身极端。肉身极端？我魔渊宗吴铁山也是体修出身，结丹之前我就能一拳打死妖兽。我倒要看看这穷鬼的骨头有多硬。你们血煞殿的，算你有几分见识。交出逆命诀的线索，再把你那副宝贝身骨留下。店主说了，活的最好，死的也成。我赶时间。赶时间？是我。赶着去投胎。还拦吗？店主有令，不能放。传信给店主，就说令狐明没撒谎。酒糟味，厉飞羽当年练的。这是吴铁山的血。之前那12个人不见了，他们跑了。这不是什么好消息。跑了就意味着消息已经传出去了。我必须赶在消息扩散之前回到青石镇。阿修和小莫还在那里。饿了吧？锅里温着粥。阿修，要是有一天我让你带着小莫搬到别处去住一阵，你愿不愿意？搬到哪儿去？镇东头老王婶子那里，他家院子大，住得下。当家的，你是不是还有事要做？快了，做完这一件就太平了。那你做完了，记得来接我们。驻脉需7天，以丹药为引，将体内枯死10年的经脉用蛮力一条条撕开重建。你师父我虽然窝囊了一辈子，但留给你的东西绝对不会差。
好烈的酒味，跟当年那第一口酒一个味道。就像有人拿着烧红的铁丝，在身体里一寸一寸的穿。但比起10年前碎丹那一下，也就那样。下卷被他拿走了，好，非常好，让他练，等他练成了，我亲自去取，连人带功法一起收。他竟然要亲自去，铁门里这位可是已经整整40年没有亲自出手了。